好，各位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力课的题目哈。今天礼拜天哈，力课的题目今天的问题应该是跟动态规划是有关的。好，那我们先看有关于题目的部分啊，这个是第2369题，它是要去检查是否有一个有效的分割啊，针对阵列。那我们很快看一下题目。阵列它是从0开始啊，索引值啊，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问题。那基本上你就是要将它分割嘛，将阵列分割成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连续的子阵列。所谓连续的那它这里开始去定义它所谓有效的分割那总共有3种条件。第一种条件，恰好2个是相同的元素，比方说这边来讲就是22，恰好有3个相同的元素，比方说这边444。恰好3个连续上升的元素那这边举的例子就是345，但是呢135是没有的，所以这边很清楚。那也就是说它2个相邻的元素，它的相差的值是1这里是说我们要回传它的值如果说它至少有一个有效的分割的话，我们就回传 true， 否则的话就回传是 false 这是它的一个提议。我们看一下它有关的例子上的一个说明这边的例子的一个说明当然很清楚，就是说它这边有一个阵列4、4、4、5、6，那它是否具有至少一个有效的分割呢？那你就可以去看嘛。那它符合应该讲第一个条件嘛，第一个条件44把它分割出去以后呢，剩下就456嘛，456刚好是符合第3个条件所以这个是有效的。好，那另外第二个例子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呢它就是无效的。为什么是无效的呢？比方说你将前面的这2个做分割，后面是1、2但是不行这个是不行的另外你即使将它分割成为3个1，但是后面呢它也只有一个2，所以这也是不行那其他的情况当然就不可能了所以第二个例子的话，它在这边来说的话它的答案是没有的。程式的撰写呢，我们当然解答这个问题一种方式当然就是先用所谓的 top-down design 由上而下的。基本上我们可以在蛮快时间就可以去撰写出一个所谓递回的一个程式递回程式呢，我们避免重复计算呢，所以我们加上记忆体那基本上呢，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动态规划的一个程式让你递回版本的。那因为递回版本的话蛮重要，就是说你的初始的情况所谓的base case你要很清楚。那也就是说我们i 这里面放的是 i DP 里面放的是 i 的话当然原则上是从0一直去到1n 减1。那原则上我们是由
大而小，大而小，所以呢，它这个 i 呢，它会越来越小。那基本上，如果它小于0的话呢，我们就将它传回的值是1，代表它有一种。好，那问题是说，当你 i 等于0的时候，那也就是说，它只剩下在这边的可能性的分割，它只剩下一个一个是不可能会是有效的分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就必须要传回去的值是0。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谓的 base case 这边就必须要非常的一个清楚。好，那我们接着再看。好，那因为我们采用递回的方式嘛，递回的方式原则上你只要知道初始的情况，还有递回的关系式大概就可以了。那递回的关系式呢，原则上我们就根据那3个条件嘛。所以基本上第一个条件numbers 第 i 个元素跟它的 i 减1的元素值是相同的，这相当于我们的条件1当然我们这边必须要附上 i 是大于0的情况不然的话你这边当然会出现错误。然后我们就可以用递回的方式去呼叫我们的函数 f， 那就带进去的值就改成 i 减2。好，当我们的 i 如果是大于1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会去考虑条件2跟条件3的情形。好，那一样，当这2个条件成立，那我们就去呼叫 f 里面带值是 i 减3。好，那所谓 DP 的情况呢，就是原则上你要去避免重复计算嘛，所以原则上就是在我们这边框起来的地方，你把它加上来就可以了。所以就达到有记忆的一个递回其实也就是我们的动态规划的递回版本。好，那在这边的话，我们的 DP 呢，我们就要把它宣告成 int 的一个阵列为什么不是布林的阵列？因为布林的话，它的值只有 true 跟 false 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是用 int 的方式所以我们在这边给的初值是-1如果它不等于-1，那我们就看看它是不是等于1等于1它就是 true， 不等于1它就是 false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递回的动态规划的版本。好，那我们接着再看这个递回的版本，其实可以更进一步的改写。我们再把它拉过来一下，阵列的宣告我们就可以拉到这个函数里面以及它的 n 的宣告我们都把它拉进来。好，在这边的话，我们其实当然中间可能会有一个版本就是说因为我们这是一维的阵列，所以你改过来当然一般来讲是一维的阵列。可是呢，我们在这里的计算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很清楚，它其实它所涵盖的就是 i 减1 i 减2和 i 加1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其实只需要做什么事情呢？只需要将它模4除以4的余数，所以这个在我们的记忆体里面，我们就可以非常的节省所以我们在这里的宣告所以我们就4个元素就足够了。所以当然一开始你4个状态你必须非常清楚，所以它第0个的状态当然是 true 是1，第1个的话是 false 是0，第2个的话原则上就是我们的第1个条件
当它考虑numbers 在0是否跟 numbers 在1的值是相同。然后再来是 case， 再来是我们在索引2的情况当然是1。好，那这样做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在回圈里面，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写一些 if condition 这个当然在速度上可能会有一些帮助。所以我们在这里的回圈的初值，我们就从2开始。相当于我们这边如果也可以不这样写，但是你就当中你就必须要考虑 i 大于0啦 i 大于1的情况，你就必须要加在这边的布林条件里面。好，那在我们这个版本里面呢，我们是将第2个跟第3个条件呢，我们是把它摆在一起，当中我们就用一个或计算。好，所以原则上呢，这个就可以把它改写成为一个回圈的版本。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程式实作的部分。有关程式的部分，在这边就是我们刚刚所显示的第2个版本。那我们这边在14行，我们其实是有一个输出的资讯我们可以看一下那我们可能再加上一些例子。我们这边再多加一个例子。好，那我们就会看它一个执行的情形。我们让它执行一遍。好，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先看 case 1case 1是44456，所以它的这边来讲，我们在14行它这边的输出它是有第2个开始i 从第2个开始，那所以它这边的 dp 的值应该是在3记得 i 加1我们这模调是因为我们节省记忆体那所以这边是2、3、4 ，OK， 所以得到的答案当然是 true。好，那第2个 case 我们来看，那这边是1、1、1、2，那我们也是从2开始，所以这个第0个 B0 条件是1，B1 的条件也是1，所以这个 DP 在1的2加1，也就是 DP 在3的情况下，它是1，是 true。好，那可是呢，它在DP 在下一个，也就是 DP 在 i 等于4的时候i 加1的时候，它是 false， 是0。所以这也对。然后第3个情形这个需要小心的这个答案是 false。这个答案是 false。你可以看前面3个，后面3个，不管你怎么切割，都会剩下1个或2个当然这是1个或2个呢，它原则上都不满足那3个任何一个条件所以这个其实是 false。那我们这边的过程也在这里。好，那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把这里改成我们一开始的递回版本好了。那同时我们这边一样，把我们这里的注解把它打开所以这个版本可能更清楚。那我们这样让它执行一遍。好，所以这里它是它的情形也当然都是正确的那我们这边是不同的版本执行的一个成效所以这个问题